澳大利亚要起诉中国吗？一场火辣的较量，王毅主任把话说透，澳方紧急寻求对话求饶恕。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天观察室。近期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邀在雅加达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了会面，而期间黄英贤表示，良好的澳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澳大利亚方面对此将会继续本着建交初心，与中国进行平等合作、坦诚沟通，来推动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更大的发展。到这儿估计都会以为澳大利亚方面释放的是积极的信号，但实际上其所释放的如此积极的信号不过是有求于中国了。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方面一度对我国发出警告说如果是在8月份之前中国还没有取消澳大利亚大麦关税的话那么它将会对我国发起诉讼。可以说长时间以来，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都频繁地跟着美国政府的步伐来反华，包括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制裁手段针对中国企业，要求中国为疫情负责，甚至叫嚣要与中国开战。当然其实对此明眼人也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为了讨好美国，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才将矛头对准中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可不管怎么说，莫里森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就是在恶化中澳两国之间的关系。以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其能做到与中国断绝关系吗？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国无限期暂停了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之后澳大利亚的像棉花啦、红酒、龙虾还有大麦都陷入了无人可买的困境。除此之外中国还采取了反制措施，对澳洲在我国存在倾销行为的产品征收了高额的关税以及反倾销的税收。而中国自然是希望能够与澳大利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受益的。可是澳大利亚反而对中国步步紧逼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出手反击。现如今阿尔巴尼斯上台，尽管其有在试图修复中澳贸易关系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澳大利亚其实本身对中国的敌意是没有打消的，嘴上说着希望重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行动上却继续针对打压中国。所以我国没有看到澳大利亚的诚意之后，也就延长了对澳大利亚大麦关税的审查。变相来说，这是我国对澳大利亚的一种施压手段，用这种方式在告诉他，除非你拿出诚意来，否则你就别想中国在大麦方面松口。当然其实我国延长对大麦关税的审查，其实也是为了确保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世界贸易的平衡。尽管澳大利亚对此不这么想认为这是中国对其的报复，其至此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而与此同时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所以也难怪澳大利亚会主动联系王毅主任，寻求进行对话。可见他们是希望我国在大麦关税问题上松口的。警告不管用，来软的，足以说明澳大利亚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不然以其性子是绝对不可能在发出警告没多久后迈出这低头一步的。而对此，其实王主任直接把话说透，明确表示中澳之间的贸易发展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尊重、共同发展的前提之下，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走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中澳关系就能发展得好，也应当发展得好。对于澳大利亚我们还是有一些希望，而自此也希望阿尔巴尼斯政府能够看清局势别重蹈莫里森政府的覆辙。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